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为了锻炼我爸把我踢到了公司基层当小职员。没想到我男朋友嫌我是个穷逼，把我甩了，跟经理的外甥女在一起了。可是我爸是董事长啊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晚上男朋友洗澡的时候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。卫生间里水流哗哗作响，他没听到。我走过去一看，手机屏幕上显示来了一条短信。我拿起手机，是 LV 官网的短信：姜卫先生，您购买的货品已于2022年6月7日上午送达您指定的地方，祝您购物愉快。我笑了，明天是我的生日。这些天看姜卫一直没动静，我还以为他忘了呢。我虽然不太喜欢 LV， 可是这毕竟是他的心意。我还是打开了他的手机，上了官网，看了看他下的订单。果然，他买了一个2万左右的蓝色小包，很清新，很适合夏天。这个颜色我挺喜欢的，看来他是用心选了。我看了一眼卫生间的方向，把短信标记未读。姜卫应该是打算给我一个惊喜，我就假装不知道好了。过了这半年，我也打算给他一个惊喜。其实我们现在实习的盛阳是我家的公司，我爸就是董事长盛开强。毕业的时候，为了更快让我接受家里的生意，我爸决定把我踢到基层，从小职员做起，不许跟任何人说我是你爸。你给我老老实实自己干，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我迟早要继承家业，了解了解公司文化也挺好。但是我还是跟我爸多要了一个名额，把姜卫也塞进了公司。毕竟以他的2本学历是不可能通过投简历进盛阳的。那之后姜卫对我千恩万谢，这些日子一直对我很好。我也觉得他是个知道感恩的人，打算过段时间把事情跟他说清楚，看看结婚后能不能培养他在公司做个经理的职位。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我等着姜卫的惊喜，可是直到第2天，我都没有收到关于这个包的任何消息。姜卫连一句生日快乐也没跟我说。他和往常一样坐着我的车上班，下车的时候还让我把车停远一点，别跟他一起进去。软软，我没别的意思。姜卫面色诚恳，我就怕他们不允许办公室恋情。其实没有，盛阳对办公室恋情一直是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。不过我也能理解姜卫对这份工作的重视。把车停到了地下停车场，自己上楼了。一进办公室，我就看到了沈田雅身上背着的包，蓝色的 Summer Stardust 系列，很小一只的手袋，官网售价20400，是姜卫昨天下单的同款。周围几个同事围着他，正在开玩笑，又换新包了，好幸福呢你。这包之前看过，2万多，确实好看。谁送的啊？一个同事冲沈田雅挤了挤眼睛，沈田雅碎发捋到了耳后，眼里闪过一丝笑意。男朋友送的，这不是纪念我们在一起了吗？昨天刚到的。我愣愣地看着他手里的包，一个系列，一个款式，一个时间。如果说这是巧合，那未免也太巧了吧。我心里一沉，同事们纷纷笑道：谈恋爱了啊，恭喜恭喜，你男朋友是对你真好。我们田雅长得好，家里有钱，是标准的白富美，你男朋友太有福气了，什么时候领我们见见啊？一边沈田雅瞥了我一眼，轻笑道：快了，等让他请你们吃饭。一整天我都心事重重，我想或许真的只是个巧合。我跟姜卫在一起3年了，从大1开始到现在大4实习，我们都是彼此的初恋。他对我那么好，他应该不会背叛我的。可是直到晚上，
姜卫也没有提过包的事情，他只是跟我说今天同事邀约他吃饭，要晚点回来。我静静地握着手机，在一片黑暗里等着姜卫回来，可他一夜未归，打他的电话都是关机。凌晨3点，我看到沈田雅发了个朋友圈，照片上2只手十指相扣，甜蜜的氛围都要从屏幕里溢出来了。我瞪着酸涩难耐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看着那条配文：未来可期，余生请多指教，相处3年，1000个日日夜夜。那只手就是化成灰了，我也能认出来，那是姜卫的手。2022年我生日这天，我就这样被分手了。早上姜卫回来的时候，我没说话，他带着满身的春风得意和香水味坐到了我身边，最后还是他忍不住先开了口：你都看见了吧？我抬起头看着这张熟悉的脸，毫无疑问，姜卫是好看的，俊秀的面容，183的身高。之前追他的女生能排出几支足球队，可他从来没回应过。我一直以为他是不一样的。一夜未睡，我的嗓子已经干得不成样子。我坐在沙发上哑声道：为什么？我以为他会说什么遇见了真爱，他喜欢上了沈田雅之类的，可他想了想却道：我想留在盛阳。我愕然，什么？姜卫认真地看着我，曾经他眼里全都是天真的爱慕，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那双眼里的复杂已经让我看不清了。阮胜，我们已经不是小孩了，你哪里都很好，我很喜欢你，但是喜欢是不能当饭吃的。我看着他怔怔道：那沈田雅好在哪里呢？姜卫低头笑了笑：他哪里都不如你，但是他舅舅是盛阳的总经理。阮胜，我只是个2本，即使你帮我拿到了实习资格，我能留下的几率有多大呢？我想留在盛阳，我只能靠他了。我看着姜卫认真的表情，讷讷无言。这太离谱了，我想跟他结婚，让他当总经理，他却要甩了我跟总经理的外甥女在一起，这简直何其可笑。姜卫继续道：我不想出去打工，炒酒玩酒挣1个月几千块钱，盛阳是大厂，我真的很想留下。对不起，他说，但是没有物质的感情就像一盘散沙，都不用风吹，走几步就散了。阮胜，我没有办法，要怪就怪你舅舅不是总经理吧。我人傻了，这一刻我甚至都没有感觉到伤心，我只是觉得很魔幻。是我舅舅是不是总经理，我也不知道我舅舅是干啥的，但是我爸是盛阳的董事长啊，我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半晌后，我叹了一口气，直直地注视着姜卫。好，我成全你，祝你幸福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姜卫笑了，他凑上来轻轻地帮我整理了一下头发。我不会后悔的，我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阮胜，希望你能早点看开，这个社会是很现实的。我点点头，是啊，确实很现实。谢谢你教会我这一课。我跟姜卫就这么分手了，以一种极其戏剧化的方式。没了男人，我开始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进了工作，每天加班到凌晨。最近企划部有一个合作项目，我一直在加班做提案。这个项目并不算大，但是因为之前被总裁亲自问过，所有各个部分都很重视，竞争非常激烈。如果我的提案被采纳，就能顺利地留在盛阳，或许将来就能参与规模更大的项目。之前跟姜卫住在一起，我因为熬夜工作，怕影响他休息，甚至跟他分房睡了半个月，熬了整整1个多月，我终于做好了提案。到最后，因为昼夜颠倒，我都开始心慌气短。我知道是因为太过劳累，但是这次的项目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
想不靠我爸自己在公司做出成绩，这就是我最好的机会。第二天一早的交流会上，我拿着我早就准备好的提案，打算一鸣惊人。这个提案耗费了我不少心血，其实对于一个实习生来说，难度实在是有些高。但是好在我在家里常年听这些商业信息，多少有一些了解。我排在第5个，等着前面几个人讲完。可是等沈田雅上去的时候，我却愣了。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职业套装，脸上的妆容无可挑剔，正微笑着讲着手里的提案。可是那提案分明是我之前熬夜工作写出来的内容。我大脑嗡了一下，瞬间一片空白。沈田雅微笑着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饱含嘲讽和恶意。她嘴角勾起，熟练地讲解着我的每一条构思。这不可能，沈田雅甚至和我都不是一个组，怎么可能会拿到我的提案？而且我的电脑密码只有我知道，即使我把电脑留在了公司，也没人能打开啊！我睁大眼睛看向一边的姜卫，他坐在会议桌最角落的地方。看到我看他，姜卫微微低头，避开了我的眼神。这一下子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如果说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电脑密码，那必然就是姜卫。我从来对他都不设防，他在家经常用我的电脑，是他拿走了我的提案，然后交给了沈田雅。这一刻，我看着正眉飞色舞、口若悬河的沈田雅，气得几乎眼前发黑。我自问从来都没有对不起姜卫，他劈腿把我当傻逼耍，我也体面地跟他分手了。分手后也没再跟他联系，可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多日以来的紧绷和此时的愤怒糅杂在一起，让我几乎浑身颤抖。这时候沈田雅已经快讲完了，我的提案本来就几近完美，再加上他的口才不错，还没说完我就看到几个领导面露微笑，满意的点点头。沈田雅更加得意，快速地把剩下的内容说完，优雅地站定。不错，不错。部门经理率先鼓掌。小沈的提案非常好，可行性很高，一看就是用了心的。随即他转过头来看我，小阮，你的提案呢？也上来说说吧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沈田雅，把手里的提案合上了，站起了身来道：沈田雅手里的提案就是我的，他偷了我的提案。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，然后瞬间炸开了锅。沈田雅蹙了蹙眉道：阮胜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不过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你总得分分场合吧。我看向姜卫，语气里压抑着愤怒：是你偷走我的提案给他的吧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为了这个提案付出了多少心血吗？部门经理皱眉看我，姜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姜卫站起来，他没有看我，而是侧身注视着部门经理，低声道：我不知道阮胜在说什么，提案就是沈田雅的。我脑子嗡的一声就炸了，我愤怒地冲上去，扯住他的衣服领子骂道：你不知道？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在家熬了整整1个月，你会看不见？沈田雅快步走过来，一把拽开了我。阮胜，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脑子不好就去看医生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一个实习生才来了多久，怎么可能写出这种提案来？你撒谎也有点谱行吗？沈田雅很聪明，他知道应该从哪里反驳我。果然他话音刚落，所有人的目光就集中在了我身上。部门经理有些不悦地看着人事道：你怎么招的人？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？人事也愣住了，赶紧站起来斥责我道：阮胜，你别发疯了！沈田雅挑衅地睨着我，好一招一石二鸟，既拿到了我的提案，在领导面前露脸，又顺利铲除了我这个前女友。我看着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，恨得牙根儿痒痒。
出去出去！人事上来推我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明天就别来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推开他的手，朝着沈田雅道：“你应该再晚点偷那份提案的，姜卫给你的压根儿就不是我的最终稿，里面有几个漏洞，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”沈田雅愣了一下，随即面色瞬间泛起青白，但他还是硬着头皮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阮胜都叫你走了，你没听明白吗？别在这自取其辱了。人事部想把事情闹大，又要上来拉我，部门经理却开了口。等等，让他说完。阮胜，你说有漏洞，漏洞在哪里？”我看了一眼面色惊慌却强装淡定的沈田雅，走上去挤开了他，打开我的提案。首先，这次与天花的合作，沈田雅说天花现在的在线用户是1300万，这就是错的。据我后来查询统计，除去重复账号和无效账号，天花的实际用户大概在900万左右。所以这个价格给的太高了。其次，天花的信誉也并非提案里说的那么好。虽然他们的官网没有显示，但是我查到他们在21年还有一笔坏账没有结清，这很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资金链断裂。我微微抬头，瞥了一眼沈田雅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。沈田雅，你偷走提案的时候，压根本就没仔细看过吧？只是直接拿过来了。我劝你没这个本事，就别吃这碗饭。部门经理的面色严肃起来。你说坏账，拿给我看看。我走过去，把提案交给部门经理。他一目十行，看完那一页，沉思道：“我记得的确天花有这么一笔账，你说的不错。”他这话一出口，沈田雅的脸瞬间煞白起来，姜卫也面色铁青地盯着我。所有人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小沈，部门经理脸色微沉，小姑娘有进取心是好事儿，但是用错了地方就不好了。经理，沈田雅身体晃了晃，颤声道：“不是这样的，您听我解释。”别说了，小阮，一会儿把提案送到我办公室。部门经理打断了他的话，瞥了一眼他和姜卫，转身出去了。我对着沈田雅微微一笑，如愿看到了他咬牙切齿的表情。你别得意得太早。沈田雅眯着眼道：“阮胜，我舅舅是经理，这件事儿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。”我白了他一眼，懒得和他说话，转身出去了。晚上下班的时候，我刚想上我的小破车，手腕却突然被人拽住了。姜卫语气很不好：“阮胜，你今天为什么要那么让田雅下不来台？”我简直惊呆了，转身瞪他：“你没毛病吧？有病就赶紧治，那个提案对你来说又不是很重要。”他烦躁地揉了揉头发：“你以后还会有很多这种提案，但是这个机会对田雅来说特别重要。她本来有可能升组长的，偷别人的东西去升职吗？”我看着眼前的姜卫，只觉得特别陌生。我本来说好给他提案，他升组长就会去求他舅舅把我留下。姜卫皱眉看着我，脸上全是不赞同。你现在让我怎么办？阮胜，你只是一个实习生，你又不缺那份提案，你去跟部门经理说说好不好？你就说是你胡说的，把你的最终版发给沈田雅，事情还有的挽救。我彻底被姜卫的不要脸震撼到了。之前我没看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！短短几个月，一个人真的会变得面目全非吗？我呆呆道：“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”姜卫一愣，随即侧过脸去轻声道：“我会跟田雅说说，让她把你留下。”我气笑了：“姜卫，你说这话自己信吗？有多远滚多远好吗？再他妈跟我放这些狗屁，我就去把事情闹大。他沈田雅能留下，你就得他妈收拾铺盖走人了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姜卫微微睁大眼睛：“
你以前很善解人意的，我感觉再多跟他说一句话都要吐出来了。要不是我爸不许，我现在就要回家让他把这对狗男女踢出去。我直接启动了车，一眼都没看他就踩了油门冲出去。姜卫被我带了个趔趄，还在后面喊我阮胜，阮胜，你再考虑一下。因为姜卫的一番话，恶心的我直到第二天还心情很不好。我正坐在桌前完善提案，一边的同事突然小声叫我阮阮，沈田雅晚上要请咱们部门吃饭，你去不去啊？自从我跟沈田雅闹了那么一次之后，我俩就算彻底撕破脸了。他看我那眼神儿，恨不得要从我身上撕下肉来似的。我也不知道人怎么能不要脸到这个地步，可能这就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吧。龙找龙，虎找虎，癞蛤蟆找辣辣姑。沈田雅因为总经理舅舅的原因，到底没受什么影响。部门经理给了他一分面子，没再提起这件事，连带着姜卫也被保了下来。不过我也并不是很在意，等我接手了公司，由我治他们的时候，且让他们再蹦跶一会儿。我还没答话，沈田雅就来了我们办公区，大声道：晚上我请客，和盛楼，大家务必赏光啊！同事有些愿意捧他臭脚，恭维道：沈大小姐出手就是不一样，和盛楼人均不得好几百，今晚上又能享福了。是啊，也就跟着田雅沾沾光，我们自己哪舍得去？一定去，一定去！我转过去，假装没听见。沈田雅却特意走到了我跟前，她身上还背着姜卫送她的 LV， 走到我跟前，有意无意地展示着那个包。阮胜，你今天晚上也会去的吧？我们之前可能有点误会，不过同事之间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他笑着看着我，瞥了一眼一边的同事。对呀，那个同事会意附和道：去呗，田雅都亲自邀请你了，不去可就是不给人家面子了啊！我看着沈田雅眼底深处隐藏不住的恶意，心说我他妈给你们这群递什么面子，你们也配？但是盛阳底层的风气已经不太好了，关系户横行。我想去看看他们真实的样子到底是怎样的，于是点点头道：好啊，我肯定赏脸。沈田雅表情一致，片刻后咬着牙道：那真是太好了。这场饭局是沈田雅为了彻底平息之前的风波，堵住同事的嘴请的，因此选的地方还不错，属于中上等，人均大概400-500。我开着我的小破比亚迪就到了饭店。其实我毕业的时候，我爸送了我几辆车，帕拉梅拉、大 G、阿斯顿马丁，但是我不喜欢那么高调，几乎从来没有开过，连姜卫都不知道。一到门口，我就看到所有人都在围着沈田雅，众星捧月似的，连之前态度特别不好的人士都对着他笑出了一脸褶子。姜卫在他身边微笑着，感受着与有荣焉的自豪。这场景看得我很不舒服，我不想过去凑热闹。沈田雅却一眼就看到了我，她眼睛一亮，在人群中伸出手来，指着我大声喊道：阮胜！我顿了一下，转回头来跟几个同事打招呼。人事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沈田雅一眼，假装没看到我似的扭过头去。沈田雅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印着奔驰车标的车钥匙，递给了一边的服务员，居高临下道：给我把车去停一下。服务员恭敬地接过钥匙，出门按开了一辆奔驰 S 级。其他几个同学都恭维道：还得是田雅啊，又换车了。我记得之前还是路虎的。对呀，咱们田雅自己是白富美，舅舅又是总经理，人生赢家啊，找了个男朋友还这么帅。沈田雅嘴角露出一丝骄矜的笑意，行了行了。对了，阮胜，你开的什么车啊？
让服务生帮你停一下啊。我摆摆手，不用，我车停地下了。哦，沈田雅睁大眼睛，做出一副好奇状。你开的什么车啊？我平静道，比亚迪。啊，他夸张道，我看你背的包都挺好的，还以为你家里条件很好呢。哎呀，哪有那么多你这样的白富美啊？你就是太天真了，田雅。人事也点了点头，意有所指道，现在有些小姑娘啊，就是太虚荣了，用那种贷款买包呢。你条件这么好，不知道也是正常的。我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包，爱马仕喜马拉雅钻扣，我妈给我买的，我也忘了具体多少钱了，大概能买2辆奔驰 S 吧。其实我对奢侈品是完全不追求的，但是我妈经常给自己买的时候，也捎带着给我买一个。我家里的包多的都装不下了，这些包对我来说跟帆布包没啥差别，我都是换着背。之前可能背过 Gucci 和香奈儿什么的，被沈田雅看到了，都是高仿罢了。人事继续道，我朋友圈就有卖的，一个的货才几百，你可别被骗了。有些人不是真的白富美，就爱装白富美。沈田雅一听这话，捂着嘴笑了，还真是长见识了。一边的姜卫表情复杂地看着我，似乎有些怜悯，又似乎有些鄙夷。我看着人事，不知道他对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恶意，明明我从来没得罪过他。不过转念我就明白过来了，人事最近正面临着升人事经理的岗位，有不少人都在盯着这个岗。他知道我跟沈田雅之间有矛盾，想踩着我讨好沈田雅，让他在他舅舅面前美言几句。我看了一眼人事，记下了他的名字。这个小人我必须铲除，最晚年底就得让他下岗。这种东西如果当了人事经理，掌管盛阳的人事，盛阳岂不要变成关系户的天下？几个人奚落了我一番，就围着沈田雅进了包厢。沈田雅坐在主位上，随便把我安排进了一个角落，我也不在意，自己吃自己的菜。可沈田雅还是不打算放过我，她指着我身上的包笑道，阮胜，你这个是喜马拉雅吧？做的还挺真的，你这个多少钱啊？背个假包也不嫌丢人。人事轻蔑地看了我一眼，背个高仿更丢人好吗？沈田雅笑着点点头，对啊，阮胜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但是做人最好别太虚荣，你说呢？整个包厢都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看向了我，大家都感觉到气氛变了。沈田雅已经开始对我集中火力了，我有点烦了。这群人平时不好好工作，给他们发钱就在这勾心斗角，这可是我家的公司啊！可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一边坐着的王姐就开口了，沈田雅，你那车是租来的吧？一天多少钱啊？我惊讶地看着她。王姐也是人事部门的，但她家是真有钱，是最早的一批拆迁户。她出来工作纯粹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。早听说她不喜欢沈田雅的做派，没想到居然这么大庭广众就跟她撕起来了。沈田雅脸色瞬间僵硬了，她磕磕巴巴道，什么租来的？王姐，你说什么呢？王姐笑了，她拿出手机来找出一个人的朋友圈。你这辆车我朋友也租过，沪 T431X， 因为是我的生日我就记下来了，没钱就别硬装，连奔驰也得租，做人最好别太虚荣，你说呢？沈田雅面色一白，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。其实他那辆车的车牌号我们压根就不记得，但看他这个反应，所有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这个白富美还真是装出来的。这是刚刚沈田雅说的话，我一听就乐了。沈田雅看见我笑，顿时大怒道，你笑什么啊，阮胜？你天天背个破高仿，你有意思吗？
我车是因为去 4S 店保养了才租了辆车。你呢？你那辆破车卖废铁都不要吧？我笑道。急了急了，我这包能买你2辆车，你装什么啊？2辆车？沈田雅轻蔑地笑了。谁不知道你天天开个不到10万的车上下班，你能背200万的包，会开这种车？你撒谎也有个限度好吧？一边的人士也附和道。对啊，吹牛逼也有个度，阮胜，虚荣还无所谓，撒谎就是人品问题了。姜卫满脸失望地看着我。阮胜，你什么条件我最了解了，你跟田雅认个错，把这事儿翻篇吧。我被这群傻逼气得正要拍案而起，一边的王姐却突然拿过我的包，认真地看了看后，表情严肃下来。爱马仕的喜马拉雅铂金包，还是钻石扣的，雾面白色，这确实是真的。我也有一只，不过我的是普通款的。阮胜，你深藏不露啊！别人说话，这些人还不信，但是王姐一开口，所有人就都震惊了。大家都知道王姐家有钱，什么爱马仕对她来说就跟玩儿一样，她的眼神是不会出错的。沈田雅的表情十分精彩，她愣愣地看着。什么？王姐轻轻摸了一下包面，赞叹道：“我也想买这个来着，没买到。不过对于奔驰都要租的人来说，你应该见都没见过吧？没见识不可怕，没钱还要硬装旧。”王姐把包递给我，朝着沈田雅挑衅地抿了抿唇。怎么可能？沈田雅失态地大喊：“我不信！姜卫明明告诉我你很穷的。”姜卫也不敢置信地看向我。所有人看着沈田雅的目光都冷了下来。本来以为是家里有权有势的白富美，没想到连车都是租的。我没搭她的话，跟同事们笑道：“大家吃饭啊，这家虽然便宜，但是菜还是挺实惠的。”同事们对我的态度客气了很多，目光似有如无地流连在我的包上。接下来的半场，沈田雅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强撑着挺到最后去结了账。我走出酒店，跟沈田雅笑道：“快把车还回去吧，晚了就要加钱了。”同事们纷纷捂着嘴偷笑。沈田雅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如果目光能杀人，他可能就要把我钉死在这了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姜卫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：“你这么有钱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怎么能这样？阮胜，你一直就没信过我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拉黑了姜卫的所有联系方式。晦气！这件事过后，我跟沈田雅真正势同水火起来。我的提案通过了，顺利地凭着自己留在了盛阳，姜卫也留下了。因为沈田雅跟人事打了招呼，我们3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孽缘，都被分配到了一个小组。这天下班的时候，我被同事叫住了：“副经理让你去一趟办公室。”他的表情欲言又止，我估计没什么好事儿。果然一进办公室，我就看到了人事、沈田雅、姜卫都在屋里，有这几个人在保证没好事儿。我有些烦躁，看着副经理等他说话。副经理点了点人事：“你把具体情况跟小阮说一下。”人事斜睨了我一眼，不怀好意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张总，第3组的人太多了，其他组都控制在10个人以内，只有第3组是11个人。我们觉得这样下去会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，应该从第3组裁掉1个人。”沈田雅嘴角勾起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8成又是他搞的事，只不过这次来了个釜底抽薪，打算把我踢出去。我有时候真的很佩服沈田雅，他真是坚持搞事从不松懈，就好像我是他杀父仇人一样。我没搭理人事，直直地看向副经理。这个副经理平时就跟沈田雅走得很近，
估计这次只是走个形式，想要把我直接劝退。果然，副经理点点头道：“你说的有道理。那你觉得应该裁掉谁呢？”人事上前一步道：“第三组最新来的有沈田雅、姜卫和阮胜。沈田雅工作努力认真，参与了不少项目，能力杰出。姜卫为人处事也很好，小伙子很有潜力，也爱学习。阮胜，他白了我一眼道：阮胜在同事里风评挺不好的，仗着家里有钱，工作不认真，也不团结同事，总是跟同事有矛盾。张总，我觉得应该裁掉阮胜。”我被他瞪眼说瞎话的本事气笑了。何姐，我来了3个月，交了4个提案，我工作不认真，我仗着家里有钱，又是怎么仗了？你说我跟同事有矛盾，说的是哪个同事啊？人事连看都没看我，轻蔑道：“这就是你跟前辈说话的态度。你父母没教过你什么叫教养？”副经理也皱眉道：“小阮啊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别人说你有问题是希望你进步，你不要总从别人身上寻找问题，年轻人要谦虚一点。”沈田雅得意地看着我，一边的姜卫也点头道：“张总，我可以作证，阮胜确实总是跟同事有矛盾。之前田雅请同事吃饭，想缓和一下关系，阮胜说话夹枪带棒的。我同意何姐的说法。”副经理仰在真皮座椅上看着我，装腔作势道：“你看，小阮，不是我不护着你，实在是你引起了众怒啊！”他们几个一唱一和，简直跟他妈讲小品一样。我感觉心里压抑着的怒火越来越盛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副经理道：“说白了，不就因为他舅舅是总经理吗？你装什么逼呢？你怎么说话的？”副经理勃然大怒，拍桌子道：“你有没有教养？”我冷笑一声，如果说趋炎附势的拍马屁，给人下绊子就是教养，那我确实没有。我这脸皮都长你们脸上了，瞅瞅这一个个脸皮厚的他妈跟城墙似的。人事鄙夷道：“你舅舅要是总经理，你也行，没本事就别说这些废话。有钱有什么用？有钱充其量是个暴发户，有权才是真的。”这一刻，我出离愤怒了。我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我的男朋友嫌贫爱富跟我分手，女同事知三当三插足我的感情，我都没有说什么。我只是在努力工作，想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，只因为一个在他们眼里看来有权有势的人看我不顺眼，这些压根就不了解我的人就想赶着落井下石，讨好别人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太过隐忍，从一开始我就把他们都开了。我注视着人事，平静地开口：“你的意思是，谁有权有势，谁就有话语权？”当然，人事讥讽地笑道：“这是社会，你还以为是你学校里那一套呢？”姜卫也附和道：“对，阮胜，你总是这么天真，你醒醒吧。”我点点头，行，我知道了。说着，我转头对副经理道：“给董事长打电话。”副经理一怔：“你疯了吧，阮胜？你就是告到董事长，那也没用。”我摇摇头：“你猜我什么叫阮胜？”这一句话问得没头没脑。副经理拧眉道：“你叫什么？关我什么事？”我慢悠悠道：“因为我妈叫阮阳，我爸叫盛开强，我跟我妈姓盛阳，就是用了我爸的姓和我妈的名。你现在懂了吗？”这一下子，办公室里所有人都笑了。沈田雅笑得尤其夸张，她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：“阮胜，你是不是受的刺激太大，失心疯了？需要我给你叫救护车吗？这也太牵强了吧？”“对呀，10项点你就赶紧收拾东西走人，不然我给你简历上写点什么，看哪个公司还敢要你。”人事也满脸嘲讽的笑意，
胡说八道也不能太离谱。你是董事长的闺女，我还是董事长的爹呢，谁是我爹？谁是我爹？办公室的大门被猛地推开，我爸面色铁青地出现在了门外。总经理带着所有的部门经理跟在他身后，面色惊恐地看了进来。我心里突然很委屈，走过去站在我爸身边，指着副经理道：“爸，他要开除我。”话音刚落，满场皆惊。副经理猛地站起身来，见了鬼一样惊声道：“爸！”我爸冷笑一声：“不敢，我可生不出你这么大的儿子。你要开除我闺女，我倒想问问你开除的理由是什么？”人是震惊地看着我爸，满脸煞白，脚下一软就倚在了墙上。副经理额头早已冷汗涔涔，他瞪着我的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里出来了。随后一下子反应过来，陪着笑道：“董事长，这都是误会。”“什么误会啊？”我爸踱步进来，一屁股坐在了副经理的真皮座椅上。我倒想知道我闺女犯了什么错。刚才隐约听着你们说她没有教养，可能是我的家教出了什么问题。你说说，我也改进一下。他冷眼看着副经理，语气不渝。副经理冷汗已经顺着脸滴下来了，讷讷地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弓腰在一边站着，不敢抬头。沈田雅和姜卫早就吓傻了，在一边傻愣愣地站着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我叫你到基层工作，是为了你将来更好地接手公司，你怎么这么不争气？什么臭鱼烂虾都能欺负你？我爸不满地盯着我，我冷哼一声道：“谁让人家的舅舅是总经理呢？我又没有关系，人家看不起我也是正常的。”舅舅，我爸眉头拧紧，看向一边的总经理。总经理愣了一下，惊慌道：“什么舅舅？董事长？我不知道啊。”透过办公室透明的玻璃，我看到外面的同事都看好戏似的往这边伸着脖子。董事长来了，还带着所有的经理，这么大阵仗，大家还是第一次见。在听到董事长是我爸爸后，同事们的表情都惊愕无比，手头的工作也不干了，恨不得把耳朵伸进来听八卦。老杜，哪个是你外甥女？也不给我们引荐引荐。我爸斜了一眼总经理，他话里话外透露着不满。总经理早就吓坏了，立马解释道：“盛董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啊，肯定是有人诬陷我。”一边的沈田雅面色惨白，上前一步，虚弱道：“舅舅，我是田雅啊。”总经理皱眉看了他一眼：“我是独生子，没有姐姐妹妹，哪来的舅舅？你不要乱攀关系。”沈田雅身子一晃，急道：“我妈妈是田莹，是您的远房表姐，之前您回来的时候我们见过的。”田莹。总经理沉思了一会儿，义正辞严道：“不认识，不要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就过来攀关系。盛阳不是拉关系的地方。”我看了一眼总经理，他倒是聪明，认不认识现在也不能认识了。任氏和姜卫猛地扭头看向沈田雅，门外的同事们早已开始交头接耳，哪怕没听见他们说什么，我也能猜得出来，他们一定是在议论沈田雅，因为他们都指指点点，表情惊讶中带着鄙夷。总经理上前一步，对着我爸表忠心道：“盛董，这种人我们公司不能留，您一定要相信我。我从来没有把亲戚安插进来过，这事我是真的不知道。”我爸不置可否地撇过头去问副经理：“是我闺女说的这么回事吗？你们看不起她就要开除她？我倒不知道，在我自己的公司里还有人能开除我闺女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”副经理早已吓得两股战战，那边的人事更是简直就要当场晕过去了，一个劲儿的连说不敢，都是误会。我爸没搭理他们，站起来走到我身边：“公司的业务学得怎么样了？下个月开始你就接手吧。”
到管理层来，基层的业务了解了解就够了，主要还是要做好公司的规划管理。盛阳以后还是要你撑起来的。我点点头道：好的。然后我爸就带着一众的经理出门了，他不需要再多说什么，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态度。总经理回过头来，狠狠瞪了一眼部门副总，冲着我恭敬道：阮小姐您放心，这事儿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。我点点头，跟着走出去。从副经理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同事们看着我的眼神都变了，他们面色严肃，都在假装工作。之前帮沈田雅骂过我的人，大气都不敢出，埋着头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。沈田雅呆滞地跟在我后面出来，这一下子所有人都知道，总经理压根就不是他的亲舅舅，他只是在扯着虎皮，拉着不知道哪门子远房亲戚的关系，在公司里横行霸道。之前还对他谄媚无比的同事，现在全部都变了脸。大家早就受够了他那一套，纷纷落井下石，嘲讽道：还真是长见识了，没见过上赶着攀关系的，这他妈不纯一个骗子吗？牛皮都快吹破天了，一表3000里的表舅也能算舅舅？你舅舅简直要被你坑死了啊，沈田雅！是啊，怪不得连车都是租来的，感情什么都是骗来的，要不要脸啊你？还有人直接去把他桌上的东西一把拿走道：之前说你舅舅是董事长，把我的杯子和包都拿走了。好家伙，原来你这是诈骗啊！沈田雅有些无助地退了一步，撞在了身后姜卫的身上。他扭过头来，泪眼盈盈地看着姜卫。姜卫没说话，他表情很难看，一把推开了身前的沈田雅道：你居然骗我！沈田雅失魂落魄地看着他：我没骗你，他真是我舅舅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说跟我在一起是因为喜欢我吗？姜卫冷笑道：喜欢你？你也配？沈田雅惊呆了，看着姜卫说不出话来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。我看着这一出闹剧，心里实在是有些厌烦，跟经理打了个招呼就提前回家了。我想休息一下，可是没过多久，我的门就被敲响了。打开门一看，姜卫正捧着一束花站在门口。我心里实在叹服，这家伙变脸变得也太快了，刚才还恨不得置我于死地，要把我踢出公司，现在就能屈能伸来给我送花了。姜卫满脸诚恳地看着我：软，之前是我鬼迷心窍，对不起，我不喜欢沈田雅，我真的就是一时糊涂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刚要说话，他又打断我道：但是你也一直都不信任我，你如果早告诉我你爸爸是盛阳的董事长，我们也就不会分手了，你也有错啊！我简直无语至极。我看着姜卫道：你既然这么想当个老板，就不该来找我，你直接去找我爸就得了。姜卫面色沉痛，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，哭诉道：软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彼此都是初恋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人都会犯错的，你得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啊！他哭得就好像死了爹妈一样，我看着他这副作态，心里作呕。我轻声道：你记不记得分手的时候，我叫你不要后悔，你跟我说保证不会后悔。姜卫凑过来抱住我的腿：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，但是我还是喜欢你的软。我跟沈田雅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留在盛阳，我想等我扎根下来就跟他分手，再回来找你的。我嘲讽地笑了笑：那我是不是还应该感到荣幸？姜卫，我本来是想半年后接手公司就让你当总经理的，但现在看来你似乎更喜欢当总经理的表外甥女婿，别再来找我了。
我们在一起3年，别让太我看不起你。说着，我就把门狠狠关上了。姜卫在门外嚎啕大哭，哭得我心烦意乱，干脆走到卧室，把门关上，大声地放起音乐。他现在哭只是因为他后悔错过了当总经理的机会，但他后悔的从来都不是跟我分手。这个人真的太现实了，我不禁想，钱有的时候真是个好东西，就像照妖镜一样，能照出皮囊下到底是人是鬼。那之后，姜卫又来找了我几次，只不过我态度都很坚决。我跟他说，如果再来骚扰我，就让我爸在行业内封杀他。他才不甘不愿地走了。3个月后，我空降到了公司，成了总经理。在进公司的第1天，我就被沈田雅叫住了。她憔悴了许多，脸色枯黄，看起来过得不是很好。那个一直背着的蓝色 LV 也消失了，听说是被姜卫要回去了。他拦住我，脸上的表情谦卑而恭敬，和之前的趾高气扬截然不同。但我还是能看出他眼底深处隐藏着的不甘。阮胜，他低头小声道，之前是我太不懂事了，我为我的所作所为和你道歉，能不能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计较了。他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。我这些天过得很不好，也算得到惩罚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，求求你，如果离开盛阳我真的活不下去，你发发善心好不好？我看了他一眼道，在你仗势欺人的那一刻，就该想到有人也会这样对你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个道理不用我再教你了吧？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现在已经晚了。我转身把沈田雅甩在原地，身后传来了她低低的哭声，绝望又无助。升职的第1天，我就给全公司开了一次大会。巨大的会议厅里乌泱泱的一片人，但我还是第1眼就看到了姜卫和他身边面色苍白的沈田雅。主要是他俩的脸色太难看了，难看的特别出众。之前针对过我的人，我爸都没有开除，他的意思是把这些人留给我立威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我站在台上拿着话筒，看着下面许多正低着头颤抖的人，这些都是之前针对过我的人，只不过现在他们的表情全然不同了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我们盛阳正在走在国际化的路上，是要把盛阳打造成国内外顶尖的品牌，而现在公司内出现了很多不良的风气，这是发展道路上不可避免的。但是我希望我上任之后不要再看到这种所谓的关系户横行，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吃这碗饭，把盛阳一起打造得越来越好。目前的乱象必须得以整顿。沈田雅、姜卫、何琼还有张启超，你们不想着怎么好好工作，天天把心思放在怎么拉关系攀高枝上，把整个盛阳的风气搞得一团糟，一会儿就给我收拾东西走人，财务会给你们多结1个月的工资，盛阳不欢迎你们这种人。这几个人身子一晃，几乎支撑不住，面色惨白地低下头。如果不是看过之前他们不可一世的样子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些人都有2副面孔。我站直身子，看着下面所有的人，他们的表情有的畏惧，有的震惊，有的好奇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是不一样的，但他们眼里都有一种东西，叫做臣服，臣服于我的位置。我突然明白了，我爸为什么让我隐藏身份到基层体验生活。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说也不是坏事。如果我一直在我爸的庇护之下，那我是绝对看不到这些人真实的一面的。我心里感慨万千，扫视了一遍所有人敬畏的目光，沉声道：“散会。”沈田雅一下子歪倒了，愣愣地坐在了地上。我看着这些人失魂落魄的样子，
心里突然释然了。这些人不过是我人生路上的小小插曲，过眼云烟。我走得越高，他们就越渺小。我收回目光，朝着办公室走去。今晚还有一个谈判，我得养精蓄锐。我的路还有很远，未来一片光明。迟早我会不需要依靠我爸，让所有人对我真正臣服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